在浅橘色的孤岛，一段甜蜜的预告。你只想我们这一组整体排名都比较靠后，我很开心看到大家是用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，然后很自信的样貌，这才是该有的一个态度。风也吹动手中羽毛，也不是偏要，喜欢你千万别问可不可以，靠近我耳语，我也不是偏要，喜欢你可是一切都变得像你，你一直透露着甜蜜 I'm telling you。 你们太好了，你们是这几组里我听到最好的。这组同学其实有点吓到我，就这组的基础好到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你们这首歌是几首歌里面最 sexy 的一首歌哦，确实在 sexy 这个方面我给不了你们任何的帮助。老师你能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，好吗？那我们下次见。别这样，别，怎么回事？来呀！他教我们 sexy。这首歌的感觉，大家觉得除了性感还有什么？慵懒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一个很勤奋的人，跟一个很慵懒的人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一个眼疾手快，慢。这个慢一点，在音乐里面叫什么？叫做 lay back。你们里面有一个人非常非常好的做到了慵懒，就是张玉。大家再听他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大家体会一下那种感觉，实在是太懒了。伴奏啊，不像夸你的。浅橘色的孤岛，有没有？一段甜蜜的预告，你身上有海风的味道。好不好听？好听。什么是 lay back 呢？就是你每一颗音都在正拍的后面一点点，但是你刻意的去做，其实也很难。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身体的律动。但是老师，我跳舞的时候律动特别奇怪，就是我一直律动和别人都是很奇怪的那种。因为你是一个 lay back 的人。好的。对。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反传统的歌，它是一个 R&B， 你们不能像唱 pop 一样去唱它。所以今天我要教给你们的所有内容，是我跟前面两组完全相反的内容。太好。前面所有人的问题是他的真音不够，他的声带闭合不够，他的气很多，所以导致他的声音会失控。但是你们这组我会有一个反的要求，就是这组要很多很多的气。可能你唱到一半，你就已经用到别的歌手唱完一整句的气了。所以这个怎么办呢？就是得练。好的。好，我们坐下聊。谢谢老师。这首歌整首都不需要太用力，就是你们那个哈哈哈，这是一个难点，对不对？谁觉得谁掌握了比较好的？好，来一次啊！好。可不可以试一下更多的气？哎，有没有？有。好多了。更诱人一点。OK， 那这个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啊哈，这个啊哈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揣摩一下。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多的气。
那如果有人又问了，说，哎，老师，那如果气太多了，行不行？我这里给的建议是不行的。比如说，我感觉我小徐子音啊，老师对不起。你唱一下哪段？温习空气里传给我的消息 I cannot control myself。 好。因为其实你这个音域是很低的，对，然后你又唱的太多气的话，其实是大家会听不到你在唱什么，而且你越唱到后面，你会觉得好难哦，你会觉得这首歌后面好难吗？对，不太好唱。对，因为你给自己太多的气了，所以导致你的气就越唱越不够了。嗯，那我们再来一遍，你把所有的气，减少一半。好。温习空气里传给我的消息 I cannot control myself。 有好一点吗？好像有，我再琢磨一下，老师。好可爱，我努力练一下，老师。好，这首歌其实老实来讲很难，它需要你们转换一种唱歌的方式。我今天听完你们其实两组唱完之后，我已经非常非常期待你们在舞台上的表现了，所以希望到时候在舞台上你们是可以呈现出你们最好的状态。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看着你时间要怎么更靠近你的世界？我多希望那么遥远的你能够看见我小小的心愿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我的问题就是我一紧张我就会这里很紧绷，然后还有那个节奏的问题，就是我会有点犹豫，找情绪也没有特别到位。老师蛮辛苦的。我觉得我们的氛围还是很积极向上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把这首歌完成好。这首歌是一首很甜的歌吧？还是你们谁觉得它很苦涩？我觉得有一点点忧伤，有一点点苦涩。为什么？爱而不得，就是暗恋的痛苦。暗恋是痛苦的还是甜蜜的呢？可是老师，我不太了解，因为我喜欢我就会直接去跟他说，哎，我喜欢你。他不喜欢我啊，那就算了，拜拜。那想起他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？拒绝我就不开心了。你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心里有想一些人吗？大家应该都有第一次喜欢的人吧？好，有些没有的，这个没有人就很难办了。但作为一个过来人啊，回想起心酸的时刻，其实整体感觉还是甜的。对，很多时候，可能你会觉得暗恋很痛苦，或者怎么样。怎么变成我的情感分享？就是我听我的朋友们说啊，就是可能我的一些谈过恋爱的朋友们说，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在当下的时候很苦，但当时间过去之后，你会觉得那段回忆很珍贵。所以希望你们心里有一个人，他也不一定是个真实的人，但要有一个人。那怎么样表达出来呢？笑着唱。对，我们唱一下吧，好吗？张楚涵先唱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试着大笑着唱一下？好的。好。用透明的墨水写下了心动，无名姓涂进粉红色油桐。那你再试一下面无表情的唱，给大家听一下，好不好？用透明的墨水写下了心动，无名姓涂进粉红色油桐。我哭了。有没有？失恋的歌。好悲伤哦。
其实为什么要笑着唱？是因为你没有表情的时候，其实你对声音、你对音高的把控也没那么好。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你做运动之前有没有热身一样。当你肌肉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再去做那个东西，你会比较自如。胡心一，唱一下吧。我说不出口的内心独白，像贝壳里肮脏的人，隔着海平面的围栏，你找到阳光。你为什么要拍他的腿？因为他想让我律动一点，是节奏不太确定，是不是？有一点。有一个办法，当你节奏不好的时候，你总不好用脚打嘛，这个是比较不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用你的脚趾打，能做到吗？他在尝试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好。脚趾好累呀，在这里面，天哪！当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你多听多练。陈品轩，我觉得你的 vocal 没什么问题，就是你好像有点不敢唱，因为就是没有自信，自己练习都还好，可是只要有人在看我唱歌，我就紧张。那你要不要在大家面前唱一首歌？好吧，好吗？去突破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很有用哦。对，这真的很有用。哎，唱你最擅长了，你比较想唱什么歌？对，有点甜。行。好，有点甜了。一颗苹果。对，你很甜的妹妹。在老师面前唱有点。让我们欢迎最棒的品轩。你要好好表现哦，你是很棒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希望大家不要给他压力，好不好？这首歌谁是原唱？如果你唱不好的话，我会生气。我天，老师太坏了！来吧。摘一颗苹果，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。唱出来一点。陪我来吧，手就把你解渴，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。大声一点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好不好听？大家说他棒不棒？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，是不是？还是有点怕。可能没有那么可怕。没那么可怕了，是不是？那再来一首好不好？没有。好，其实你是很棒的，记住这个状态好不好？千万不要不自信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我的妈呀！在这里我想讲一个，就是很多人唱歌什么的会紧张，小的经验想跟大家分享。我记得我有一回我要唱一首歌是《追光者》，然后唱那首歌之前我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给了我自己很大的压力。然后我紧张的表现就是一直去上厕所，然后唱那首歌之前我就上了很多的厕所。但是那首歌我觉得我还是唱好它了，所以多去厕所。希望大家多去厕所。这重点不是多去厕所。你要说的就是紧张，但是让你表现得更好。对，就是不要怕。跟他共处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清理进行到这里，可能你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很多的压力，包括会有成绩。我不知道你们这组的成绩是怎么样子的，是可能会有一些人比较理想，可能有一些人不太理想。但是你如果一直去想这个成绩的话，它不会给你任何帮助，尤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。所以希望大家笑出来。好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直都是很愉快，然后很积极的想要把舞台做好，很享受的一个状态。可是就随着淘汰越来越近，大家内心的压力其实也越来越大，很真实的感受到可能有些人要离开，自己也有可能要离开这件事情。明天就要排名公布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遗憾吗？我在这个整个节目里，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赢过。我是挺自信的人，但是我到今天，我说句实话，我觉得我的自信感，我最大的遗憾是，所有的事情你已经竭尽全力去做了，但是就是不行。我看不到刚来的那个大家了。刚来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所有人的初舞台在上面？哇，我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斗志都在。我觉得大家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东西，感觉大家暗下去了。这个节目说不被定义，就这个东西，它从来都不可以定义你。对。大家都是很好的 vocal， 但是现在还大部分都没有被大家看到。我想说，在这里我们留下一个练习室版本，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接下来唱这首歌的人一点点压力呢？做出来一个神仙舞台，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舞台给别人看到。圆了我跟夏言再合作一首歌的梦。我跟张总合一段吧，和小王合作一下吧。来吧。再见橘色的孤岛，一段甜蜜的预告，你衬衫有海风的味道。我靠着快睡着，但你指尖穿过我的发梢，风也吹动手中羽毛。哈哈哈 Don't you dare be stranger. Baby, baby, are you right? Baby, only you can be my night. 看你看过的风景，猜你猜我的脚印，呼吸。选你的呼吸，阳光在堆积，风景和你都变得有意义。温习空气里传给我的消息 ，I cannot control myself。我也不是偏要喜欢你，千万别问可不可以靠近我耳语。我也不是偏要喜欢你，可是一切都变得像你，一直透露着甜蜜。I'm telling you, so I'm gonna tell you this, and I'll always be for you. We say what's on my mind, I'm telling you. 看，动，看，动。是你让我看见远方，让我初识变幻想见你。Oh my
干嘛？这什么东西？体重机。我还没上洗手间。这是何苦呀？这么突然吗？就有的人吧，他其实并不胖，他只是骨头重。我不成了。现在时间是下午1点钟，我们12点刚放饭，1点钟，而且你想想我们这饭多么好吃。刚才还有那么多汗，现在全在头发上。我天天长肌肉，怎么可能轻嘛？哎，快把电池抠下来，讲真的。宝贝们，我瘦了，我先称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哎，袜子不用吧？开始摘5斤，这个东西都带重量，你知道吗？太瘦了。哇，这好像真的瘦了耶！110了，太瘦了。我来升120。我来。我觉得指甲也会有点重的，抠一下吧。我真的要卸家伙。好。我身上太多家伙事儿了。过膝脱掉。快，我们现在来开合跳，我们来消重。这头发就挺重的。吸一口气，哟，烫脚啊！哎呦，少说得100度开水。你把鞋脱了吧。啊，不用吧。哇，鞋都不脱是个猛汉，他还没有90哎。我穿鞋吧。增肥失败。哇，你长胖了，恭喜！好。恭喜小寨。哎，让人怎么去看？让人怎么去看？我们2个人104，2个人1人52，不公平！我可没有52，天地良心。你起码沾到点边去。38斤，38斤。我劝你面对真实的自我。唉，你要坦然面对吗？你不胖啊？真的，我胖了很多，对不起大家。很瘦啊！哎呀 ！Oh my god！ 王鑫，你袜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想给青春制作人证明一下，我每年真的训练很累，所以说没有时间洗袜子。这是我最后剩的2双袜子。我就不称了，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减肥的。等着我，我要在这期播出前瘦回来。我会瘦到46.8的 ，flag 扔这儿了。身材管理肯定不能是干瘦，上镜显瘦，脱衣有肉，那还得是我吧？我是长肌肉了，重了，以前是干瘦，现在是有线条了。我现在一个可以打10个，救命啊！你看啊，我不想这样。我不知道啊。你又不知道？你在这4个多月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为什么要关注别人的身材？也是哦。对啊。说的很有道理。我选择的身材管理最好的人是来自酷样娱乐的戴燕妮。从进来到现在，脸型跟身材是完全没有变。如果要和人换身材体验一天，戴燕妮我换一下吧。谢谢大家。他每次练习的时候把衣服给绑上来，就觉得太细了。第一天见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腿型很好看，很美。后来相处之后才发现他是真的每一餐都有在控制。他会健身，吃东西又喜欢吃那种粗粮，就生活作息非常健康。
运动和饮食是要结合的。如果要是健身的话，你就要选择吃蛋白类比较多的。首先，我觉得早餐是必须要吃的。我觉得早餐可以选择一些面食，然后一些小米粥什么的都是很好的选择，而且它相对来说比较养胃。到11点你就会有点饿了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吃一些水果。在中午的时候呢，尽量多吃一些肉类的，比如说像牛肉、鸡肉都可以吃。到下午3点的时候，你又会觉得有点饿了，吃2片那种黑糖的饼干。晚餐最好是选择蔬菜和可消化的高纤维的东西。越健身的时候越要忌讳你的饮食。我平时都会1周健身3到4次吧，每次在2个小时，1个小时有氧，1个小时机械。有氧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就跳、慢跑或者是快走都可以。快走的时候，你的手尽量会要大一点的摇摆，这样可以加速代谢。10分钟之后呢，就要开始做一些力量型的了，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硬拉，但是不要选择太重的。肩膀觉得有一点窄，你可以选择这种拉肩的动作。可以上重量的话，就拿着那种哑铃这样往上举，可以帮助你这儿就是收紧。一个项目做3组，一次做30个。没有不好看的女孩，只有偷懒的女孩。你想变好看，你想维持好的身材、好的脸蛋，你就一定要坚持。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人选，就是我们的滋滋刘令姿同学。去她的宿舍，她有很多包零食摆在那个柜子上嘛，然后它上面都有贴一张纸，就是说你只有在不高兴的时候再吃。然后我就觉得好自律的一个人。他不仅对自己身材管理自律，他还会督促就是同公司的同组员这样，你不能再吃了，你要减肥。然后每天都去健身房，好像基本上每天吧，每天他都在找 MP3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找 MP3，因为他跑步的时候要听歌。腿长脚长的显得更瘦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女孩子，嫉妒。因为他当时 R&B 的时候跟我对组嘛，然后我跟他唱的拍都一样，然后我跟人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觉得他做就是这个动作就很像天鹅。买了件很帅气的衬衣，问我什么时候去见你。然后我做这个动作就是扒开门看看外面那种。今天又来吃什么呢？让我看看是谁在吃东西。那为什么会选他呢？你不是说身材管理吗？你是依据什么来选的吗？身材啊。那形容一下他身材怎么样？好啊。我觉得身材管理最好的是来自觉醒东方的曾可妮，原因就是很像恐龙一样的存在，就是很高，然后脖子也很长，然后脸也很小，整个比例都很协调，所以这是我很羡慕的。平常我的身材管理被你们看到了，觉得他脸看不出来他那么瘦，但他真的很瘦。我印象中他也一直在吃啊。长不胖怎么办呢？我太爱运动了，不运动的时候就在跳舞，所以基本上我整个人就是一直都处于在燃烧的状态。我觉得曾可妮真的线条巨好，她的马甲线是大家都认可的，就我老爱抱她。少，就是你摸了你就不想停下来，就不想走了，舍不得。这该死的魅力啊！我之前就有被他带过虐妇嘛，哎，我真的受不了他的虐妇，就那些方式来3套，我一般第1套就不行了，我都是大吼的，就受不了什么的，他就是纹丝不动。大家不要以瘦为美，不要觉得体重越轻就越好，自信。活出自己想活成的样子就是最漂亮的，而且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健康。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。我觉得身材管理最严格的是来自佳慧传媒的预言。他其实很自律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特别的自律，已经自律到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神奇的地步。之前听说他好像天天只吃玉米。觉得这点就很强，真的怎么可以忍得住啊？特别强，我有时候都会惊叹。吃什么吃？都已经这么胖了还吃？这不是预言的声音吗？你是不是特别怕他吼你啊？对，
我听说啊，我没有问过他本人，我不敢问，因为他有点凶。什么？这是我吗？听说他3年都没有吃过饼干了，太可怕了！这个人怎么做到的？在休息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一个人在教室里面，我就看他做那个卷腹。天啊，这个人太厉害了！只能说是一个习惯吧。就是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完全的减重去运动，我是为了让自己的脸色变得更好。平时在训练室没有办法在健身房，所以我就只能拿灭火器练。你拿灭火器练什么？练屁股。躺在地上顶着那个灭火器来回顶。健身管理还有饮食管理非常非常严格，就是每次什么就很累的时候要补充能量嘛，我们大家就这样瘫坐下来吃什么那些什么薯片、巧克力啊，还有糖，一坨人欢声笑语的分享这个辣条。哎，曾可妮说，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辣条啊，真的吗？哇，再给我吃，再给我吃。然后预言自己在旁边，预言你吃吗？别管我，我不吃。就是怼到那种双下巴都是不要过来。我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吃，真的很恐怖，怎么会有人就喂到嘴边了都不吃？怎么会这样拒绝别人的好意呢？太糟蹋我的心意了。今天在座的60位训练生，只有35名可以留下。What？ 为什么？怎么都掉了这么多呀？怎么掉这么厉害？大家都。别怕，还有训练生迎来了属于他的巨大飞跃，获得第1名的训练生，他是。我起鸡皮疙瘩了。今天来跟你们聊聊天。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有点难，是因为我不太会把我自己很多的经历去跟别人聊。坤制作人，我想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。哇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我先走了。你这个有点吓人呐，雨欣。我们今天要开发大家的隐藏才华。刘雨欣，美女。我这首歌是写给我父母的一首歌，叫《两个他》。我的老爸老妈，这是金子涵吗？老师好。Can I have center of the both team? Let's have a battle. 都是一样的发型吗？双马尾女孩。就收获一场电影，就收获一场电影。电影，你平时都是这么说话的吗？陈觉，听说你现在话变多了啊？可能熟了吧。他一直都在怼人，你敢怼我吗？很好，陈觉，我记住了。经我们商会决定呢，我们今天要选下一任的新会长了。确实是姐姐之前就是一直忙工作、忙店里面，导致你平时会出来晚了。我不是出来玩了，我是出来学习的。那我们学习以后可以换个方式学习。越努力就越靠近 ，Like my dream, like my dream， 嘿！但是我都靠的美貌，没有脑壳。谢老板，这是话里有话呀。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呀？这是咱们必须得得到。可是我跟谢老板也是朋友呀。那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有一条项链。你真的想知道关于项链的事情？我想知道。Yes。好不好意思，这段剪掉。这段能不能不播呀？我不想说。我胆子还很大，喜欢自己很帅，很酷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棒。
被深藏，被归类，被冷落。新生的崛起者，追逐经典的守护者，对抗初音不改，新生未来。